一个新转来的学生正准备享用午餐，一群笑容恶心的败类走近他，显然是想找麻烦，还在他的食物里吐唾沫。见男孩不吃，他们开始对他进行攻击，并将他踢倒在地，然后将食物倒在他的头上，迫使他把地上的东西吃光。男孩感到无助，只能慢慢低头屈服。这时，一盒牛奶从后方击中恶霸的头部，他转过身，看见一个有点漂亮的女孩，她正好是那个男孩的妹妹。他要求恶霸给他哥哥道歉，否则就威胁要报警。恶霸不屑一顾，声称没有证据指控他。当女孩环顾四周的同学时，所有人都低下头，保持沉默，成为无声的见证者。恶霸变得更加傲慢，走近女孩，要求她成为他的女朋友。然而他立刻被女孩一个耳光打飞。就在他的小弟试图袭击女孩时，另外2个男孩恰好目睹，并迅速将他踢飞。恶霸傲慢的态度不会轻易放弃。然而当他小弟注意到男孩的名牌时，劝他停手。原来男孩是富有子弟，父亲是当地当官的。恶霸别无选择，女孩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。她的名字叫秀智。由于父亲的事业失败，4口之家来到这个偏远的小镇，看见用所有积蓄购买的房产时，才发现房子已经成了废墟。父亲感到十分内疚，清晨外出寻找工作，但当地人相当排外，拒绝他。在路上彷徨时，有人突然叫住他，并提供给他一个照料牛的工作机会。老头告诉他，工作又苦又累，但是可以给他提供安身之所。一家人来到老头说的地方，才发现只是一个简陋的集装箱体，环境也是又脏又乱。但秀智却非常乐观，不仅搬下家具，母亲打扫房屋，全部完事后再吃一顿午餐。虽然简单，但很快乐。然而，这样幸福和睦的一幕，恰巧被这个白发男人看到，从此一家人的噩梦就要来临了。这个男人是个神秘教会神父，经常举办一些神秘仪式，并用其拙劣的演技让所有的人信服。徒手抹平被挡住的伤口，将身体内的癌细胞抓在手中。像这样的操作简直是手到擒来，实际是让他们喝下一杯不知名的药水，以此控制着周围的一切。经过养牛老头的推荐，秀智一家也来到了教会，并见到了这个白发男子。他自称为是这里的灵父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更是撕下他那伪善的外衣，被眼前的神父当众侵犯了。他看向女人，但女人却选择视而不见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险些与人撞车，吓得秀智瘫坐在地。但当妈妈上前安慰时，明显他的心里已经有了阴影。第二天，教会给他们一家安排了新的住所，这里宽敞舒适，看着教堂的人都在无偿地帮助他们，秀智的心里却有些不安。随后与使徒说，今天教堂有公益活动，要先行离开。秀智的父亲立马让2个孩子去帮忙。就是这个决定让兄妹2人陷入了噩梦中。在他们发传单的时候，哥哥提出要去下洗手间，期间无意碰到了旁边的学生，对方让他道歉。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他被这几人在厕所里一顿羞辱。秀智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了不对，小美的心里清楚哥哥被人欺负了。很快他们兄妹2人就入新学校了，但哥哥的脸上却写满了恐惧，因为他和之前欺负他的坏学生竟分到了一个班里，还收到了挑衅的纸条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校霸也坐了过来，对着他的饭一顿搅拌，还加了特殊的佐料，逼迫他吃下去。哥哥不肯，就被这群人推倒在地，把饭直接扣在了他的头上，让他趴在地上舔干净。懦弱的哥哥不敢反抗，只能服从。这时秀智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直接把奶砸在了校霸的背上。校霸回头还没开口，秀智就直接让他道歉，不道歉我就报警。他问在场的同学，有人看到他欺负人了吗？所有人都背过身去，没人敢得罪这个恶霸。恶霸得寸进尺，过来调戏秀智。秀智立马过去帮哥哥清理头上的饭渣，但恶霸小弟怎会善罢甘休？这时一个男人一脚将他踹飞，恶霸正准备反击的时候，却被同伴拉住，因为他看到了男人轿牌上的名字，他可是官宦子弟，哪是几个小混混惹得起的？虽然教霸不服，却只能离开，但是他们会放过秀智与他哥哥吗？第二天放学的时候，恶霸一伙把哥哥带到了天台进行报复。哥哥渴望的眼神看向了门口，这次谁会来救他呢？秀智像往常一样等着哥哥放学一起回家，直到听见2个女生说哥哥被带到了天台，这才明白哥哥又被欺负了。他匆忙地往天台跑去，楼梯上正巧撞到了昨天救他的上焕和东哲。秀智紧紧抓住韩上焕，希望他能再次帮助自己。东哲二话不说就要上楼，但是上焕却犹豫了。他想起了父亲的交代，直接拒绝了秀智。秀智只能失望地独自前往天台，看到这个任人摆布、浑身是伤的哥哥，
他只好恳求恶霸放过哥哥。但是这些坏事做尽的家伙根本不为所动，反而用哥哥作为筹码，想要羞辱秀智。旁边的人拿出手机准备录下来。为了哥哥，秀智没有反抗，但这时一个花盆砸了过来，使东哲上患有顾虑，但东哲没有，他抄起旁边的木棍，直接就冲了过来。面对恶霸一伙，他丝毫不惧。就在现场乱作一团时，哥哥却站在了天台的边缘，好像看到了自己惨败的一生，不再有任何的留恋，直接向后倒去，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陨落。秀智崩溃的瘫软在地，不敢相信这一切。警察很快赶到，带走了那些施暴的学生。懦弱的哥哥解脱了，但留给家人的是无限的痛苦。爸妈听到消息后，像丢了魂一样，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中年丧子的痛苦，别人无法体会。半夜的时候，妈妈突然出现了幻觉，她一回头，竟然看见了儿子。她想最后再看一眼，便一路追了过去。直到楼顶看到站在边缘的儿子，她毫不犹豫也站了上去。发现妈妈不见了，秀智也赶了过来。爸爸看着疯癫的妈妈，一把给她拽了下来，这才得以安全。但妈妈仍是终日以泪洗面。而另一边，内心自责不已的上患找到秀智，诚心的道歉，但秀智对他的举动并不领情。被关在看守所的东哲想起自己没能救下秀智的哥哥，心里满是愧疚。而一同被捕的恶霸，在有权势的父母运作下，很快就被释放。虽然证据不足，东哲也被释放，但家中无权无势的他，直接被学校劝退处理。班主任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他收拾东西离校，那几个恶霸却丝毫不受影响。晚上的时候，东哲无意看到了那群恶霸，他们在街边嬉笑玩闹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气不过的东哲直接追了上去。看见哥哥被人霸凌，无助的他只能答应恶霸的要求。就在恶霸贪婪地解开女孩衣扣的同时，哥哥却站上了天台，果断地倒了下去。然而恶霸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。恶霸落单时候被东哲撞见，打过之后痛苦求饶，答应东哲说出实情并去自首。大儿却趁东哲不备时捡起地上的雨伞，朝着东哲狠狠地刺了下去。就在两人扭打之时，上患却来到这里救下了东哲，但恶霸却非常顽强，起身又扑了上来，随后和东哲一起滚下了山坡。东哲没有大碍，爬了起来，但恶霸却撞在了石头上，已经奄奄一息。经过医生的抢救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伤到脊椎，下半辈子都无法站立行走。大选在即，上患父亲因为此事左右为难，但在秘书的劝说下，决定牺牲东哲来保全儿子上患和自己的前途。于是他找来负责案件的警察，告诉他这事与上患无关，再通过一些简单的利诱，男人马上点头弯腰，唯命是从。然而上患却来到警局，他不想东哲独自一人承担，但被父亲收买的警察又怎么会给他好脸，便让他老实回家，不要给大人添乱。上患听出了端倪，于是来找到父亲，说到自己不会不仁不义。然而父亲却说会了重病的福气。随后两人一起来到医院，看到细心照料母亲的父亲，上患还是妥协了。最终宗哲因为伤人被判，可就在押送的途中，上患因为愧疚一直追赶，并把车一横停在了前面，隔着窗户不停地向东哲道歉。东哲脸上没有一丝情绪，但内心却没有怪他，只是愤怒着命运的不公。然而到了狱中，这份不公依然跟着他。面对无情的殴打，他选择默默承受。然而几人却说漏了嘴，是受到了他人的指使。听到后的东哲奋力反抗，难道没权没势就这么卑微吗？最终他决定对抗命运。然而秀智一家更是悲惨，秀智整日睹物思人，看着名牌以泪洗面。母亲没日没夜的疯疯癫癫，父亲在工作时更是出现幻觉，看着眼前的老牛都觉得是自己的儿子。然而于是却找准了机会来到这里送温暖，一盘盘精美的饭菜，说是上帝赐给他的恩惠，再加上巧言令色的话语，瞬间让父亲深信不疑。然而两人在一起的一幕，恰巧被远处路过的秀智看到。回到家后，秀智哭着质问父亲，因为已经失去了哥哥，如果再失去父亲，那么这个家将不堪重负，彻底崩塌。然而父亲却说是为了他和母亲，却教会得到救赎和安慰。说完还对秀智下跪。秀智虽然不情愿，但也只能相信，并一起来到了教会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当他们进入这里后，那时才是真正的噩梦。还正在路上行走，突然听到山上传出被殴打的嘶吼，他匆忙地向上奔去，在房子的后面看到已经被打到尿裤子的男孩。听到男孩无助的求救，让他想起了3年前去世的哥哥，那时也是类似的场景。这不仅让他触景生情，上前护住了郑九，并询问卷发为何下次重手。
男人辩解说郑九是个小偷，可秀智知道郑九不是那样顽劣的孩子。之后，男人又狡辩说这不是殴打，而是来自心里爱的感化。秀智却说不要把我当成傻子。之后便扶着郑九一起离开。但是夜晚郑九就发起了高烧，秀智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轻轻地安抚他。但拍在郑九胸口的时候，男孩的表情却非常痛苦。他拉起郑九身上的衣服，看到令他震惊的一幕。为了让男孩尽快得到救治，他到教会请求将郑九送去医院，但却遭到教徒的阻拦，并告诉他喝点神秘之水就会没事。就连自己的父亲也在一旁附和。秀智有些不敢相信，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去相信那种虚无的东西。在看到父亲现在的转变，他嘶吼着想要唤醒已经沉迷的父亲，却换来父亲愤怒的一个巴掌。而女教徒怕事情闹大，急忙让卷发带走秀智。可在秀智孤立无援的时候，神父却来到了他的身边，并答应送郑九去医院，还告诉秀智一定会让其相信自己的做法。来到医院后，秀智看到卷发对郑九说着什么，不放心的他于是上去询问。郑九闻而不答。医生这时也说郑九没有大碍，今天就可以出院。秀智刚想要说什么，这时郑九却说想要回家。看着面前安慰郑九的卷发，他知道这事定与他有关。回去的时候路过一个加油站，郑九见车上只有2人，终于道出了实情，并拿出偷拍到证据的手机。原来他在山上拍到了卷毛的视频，所以才遭到殴打。秀智看完后心里有些后怕。秀智看到站在窗外的卷发，他只能继续假装镇定。车子继续行驶在路上，路过一个转弯的时候，下面滚落出一个螺丝刀。秀智将其悄悄地捡起，并死死地抓在手里。然而车子在下一个路口直接冲下了悬崖。通车后发现行车的路线严重偏离，于是询问卷发的变态男子。这时车辆颠簸，滚出一把螺丝刀。女孩趁2人没注意，快速将螺丝刀捡起后轻声地叫。小男孩紧紧地抓住扶手，随后看准时机，向一旁的司机狠狠地刺了过去。变态教徒想要阻止，却也被秀智刺穿了手掌。随着车内几人扭打，汽车也失去了控制，冲下山坡。当秀智再次醒来，他急忙带着郑九逃走，无奈半路郑九体力不支，只能让他在后面慢慢跟上。但当秀智再一回头，郑九已被卷毛2兄弟追上。为了郑九不受到伤害，他只能妥协，不再逃跑。但卷发教徒却将他打倒在地。这时，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，秀智嘶吼着让男孩不要过来，但郑九却似乎没有听到，一步一步地越过了铁轨。火车也在这时呼啸而过，随着秀智绝望的声音，原地只剩下男孩的一只鞋子。可怜的秀智又一次被抓回了旧善院。在车上，女使徒还以世俗之物为由，让秀智交出了手机，以此限制怕与外界沟通。回到旧善院，秀智见到了父亲，哭着想要诉说他和郑九遭遇的事情，但此时的父亲已经被教会洗脑，没有安慰他，反而凶狠地责骂，并坚信女儿已被魔鬼附身。女教徒也说要给予秀智惩罚，神父的出现却打断了他们的对话，并拉着他的手给予虚假的安慰。为了得到秀智，他决定让秀智父女出去。卷发使徒听到后有些愤怒，但却被神父狠狠地按着头。只是他跪在自己面前，卷发有伤在身，无法反抗，只能按照神父说的去做。但就在将秀智送出去的途中，秀智却突然说要去厕所。当女使徒前去查看时，秀智早已翻窗逃走。逃出来的秀智一路狂奔，恰巧在路上碰到了巡逻的警车。可是到了警局，他才知道旧善院的人早已无孔不入，并说秀智精神有些不太正常。秀智苦苦哀求，希望他们能相信自己，但警察却对他说的话置之不理，并嘱咐他以后不要再跑出来。无助的秀智只能哀求父亲，希望父亲能够醒悟过来。但父亲不但不信任，还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举动。只见父亲把手压在秀智的头上，口中振振有词，面露狰狞，然后狠狠地拍在她的头上，想要驱除女儿身上的魔鬼。直到秀智晕厥过去，父亲这才收手。这诡异的一幕把一旁的警员都给看傻了。随后他们把秀智抱到了车上。当秀智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了女使徒的怀里。回想刚才的事情，秀智惊魂未定。荒诞的父亲还问他祈祷完后心情有没有好点。狭小的巷子里没有路灯，一个转弯撞倒了迎面过来的摩托车，撞倒的正是上焕几人。卷毛想用钱来打发他们，气愤的上焕上前理论，卷毛连忙下车道歉，毕竟自己是违章逆行。上焕的兄弟正打算敲诈他们一笔时，上焕无意往车里瞟了一眼，看见了车内的秀智。这时路过一辆车的光线照到了秀智的脸上，上焕瞬间明白了，立马制止了同伴的行为。3人来到一个安静的角落，
上焕说出他看到的事情，一番商量后，朝着刚才车辆开走的方向追去。终于在一个路口，两人再次相识。秀智的目光不再呆滞，仿佛看到了希望一样。上焕三人继续追着等待机会，而此时的教徒们正在车上冥想，没人注意秀智。车辆在一个红灯的路口停下了，秀智觉得机会来了，战战兢兢地打开车门，刚要下车就被父亲死死地拽住。等上焕三人赶到的时候，秀智已经被拉了回去。继续追赶的时候，上焕的车半路突然没油了，无奈的上焕只能看着前面的车扬长而去。求救失败的秀智被送到了神府，给他安排的新家。回到房间里，秀智蜷缩在角落发着呆，不仅从外面给秀智房间上的锁，还用木板将门死死钉住，面目狰狞，口念邪词。父亲激进疯狂的行为再次吓坏了秀智。第二天，父亲和女使徒阿谀奉承，相谈甚欢，说着不堪入耳的话。秀智直言恶心，女使徒面露难堪，父亲立马呵斥秀智言语偏激，逃跑不成的他只能用语言反抗。这时身后传来了变态卷发的声音，他把秀智的妈妈推了过来。这一刻，秀智感觉到了威胁，他明白卷发这是在拿妈妈要挟他，而在楼上的神父正在观察着他们的一切。这个年过百的男人简直禽兽不如，居然让秀智做他的神母。所谓的神母就是神父的老婆。更荒谬的是，神父说是因为秀智哥哥才会有此劫难，为了解救秀智的灵魂，作为神父他责无旁贷。与使徒随即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恭维话。卷发这时也送上了祝福，连他的父亲都拍手叫好，还感谢神父的拯救。看着眼前这些疯狂的人，秀智简直不敢置信。秀智被逼得连连后退，他砸碎酒瓶，拿起玻璃碎片抵在自己的喉咙处。与其被你们支配，还不如一死了之。秀智的宁死不从，让女使徒想起自己已故的女儿，她曾经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反抗。女使徒动摇了，开始极力劝阻秀智。这时神父走到秀智的面前，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堆骚话。秀智哪能受得了这，拿起玻璃用力地划向了他，结果被神父死死地握住了手腕。随后秀智的妈妈被人从房间推了出来，秀智慌了。神父紧接着说道，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办，后果你应该清楚。听到此话，秀智松开了紧握玻璃的手。没办法，妈妈是他唯一的软肋。跟随父亲回到家后，父亲拉住秀智，指责他刚才的行为差点就伤到了神父。秀智接着说道，过去那些关于爸爸的美好回忆已经快要在我的脑海里消失了。可是父亲依旧执迷不悟的劝说，希望秀智成为神母，从而得到救赎。看着无可救药的父亲，秀智心如死灰，流下了绝望的泪水。这天，秀智来到病房看望母亲，发现母亲居然不见了。得知妈妈去了祈祷室，秀智急忙赶去，刚到门外就听到里面的惨叫声。祈祷室里充斥着各种诡异，为了母亲，他还是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。里面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的手舞足蹈，阴森至极。突然，一扇门被打开，出来的是卷发，他的身后便是母亲。秀智大声质问他对母亲做了什么，并且威胁道，如果敢动妈妈一下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卷发冷冷地看着他，抓起秀智的头狠狠地按到墙上。卷发走后，秀智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这样的生活让他快要窒息了，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眼前这个疯癫的母亲了。他发誓有朝一日一定会带母亲离开这里。而另一边，上焕和他的朋友为了帮助秀智逃脱，一直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神父的无耻要求，男人的恐吓威胁，让这个女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这天，上焕躲在墙角，听到了里面的对话。他发现秀智已经被囚禁了。等父亲离开后，上焕轻轻敲了下窗户，看到上焕，秀智既惊喜又诧异。上焕示意他不要说话，然后用手机输入了想问的话。秀智也用笔在手上回复着。了解完秀智的情况后，上焕输入了最后一句话：等我，我会来救你。此刻秀智的心情难以言表。3年了，她终于再次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，就像从地狱看到了一束光。秀智喜极而泣，连连点头回应着上焕。接着上焕便翻墙离开了，留下了心潮澎湃的秀智。第二天，上焕找朋友借了一辆车，一大早就守在了秀智的住处。教堂的人按时开车接走了秀智，上焕3人紧随其后，一路尾随来到了教堂。看着高如城墙的教堂大门，想要翻过去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另想他法。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，3人巡视着里面的情况。看着带头的白衣男人和众人怪异的行为，让上焕更加担忧。看着离开的众人，他们跟了上去。这时，顽皮的郑勋打开了直播，这罕见的场面肯定能收一波礼物。不料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，3人连忙躲藏。
但还是被神父看到，眼看暴露，三人只能落荒而逃。上车正要离开时，神父却朝着他们走了过来。上焕直接下车，迎着神父走过去，直截了当地问神父有什么阴谋。神父也清楚这几人就是秀智几次三番逃跑的原因，然后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容不得你们再次撒野。”上焕不惧声色地说道：“咱们来日方长，奉陪到底。”两人四目相对，充满了敌意。这边出狱后送快递的东哲正在啃着面包，旁边突然停下的一辆车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仔细一看，车内不就是秀智吗？他想起上焕说的话，说秀智正处在危险之中，立马准备过去营救。结果突然来了个电话，打乱节奏。正当抬头看时，他的车辆已经走远了。晚上，他找到了上焕，了解完情况后，二人决定再度联手，共同解救秀智。来不及多想，他们直接追了上去。等到东哲匆匆赶来的时候，发现有人正在往车上搬着东西，一定是教堂的人发现了他们的目的，准备直接要把秀智带到其他地方。东哲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官，他意识到如果这次就不出秀智，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，于是便加快车速，直接挡在了他们的车前。就连感冒都不允许一个人在家，必须要在他们的视线范围。身边的父亲不仅不关心，还配合这帮陌生人强行把女孩带走。他们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被一辆车拦住，对面的正是上焕。三人虽然心里慌得很，但还是虎视眈眈地走下车。上焕望向后座的秀智，对了一个嘴型，秀智点头回应。随后三人便冲了上去。秀智见状，拼命地往外冲，和女使徒撕扯了起来。3对2，郑勋和郑继一人负责一个。上焕躲过他们，直接冲向后座，强行将秀智从车里抱了出来，然后拔掉他们的车钥匙扔向了河里。拉起厮打中的同伴，成功脱身的几人赶紧上车扬长而去。秀智的父亲追了几步，随后放弃了。神父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表面上云淡风轻，但想起来自己对秀智花费的所有心血，放下电话的他还是生气的拿起一本书砸了过去。等到卷发和女使徒回来，秀智的父亲立马跪下，连忙认同。神父命令他们无论如何必须要把秀智找回来，即使他们派出去很多人，找一个躲藏起来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此时的秀智被安排到了上万朋友的家，刚逃亡出来的他还在提心吊胆，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东哲见此情形，急忙上去安慰。秀智安心了不少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几人一番商量后，决定带着秀智去警察局报案，然后再想对策。而秀智此时也想救出被困的母亲。经过乔装打扮的秀智，在上焕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警察局。一番了解后，将警员头大了。因为在韩国，警察都不愿意去招惹教堂。在记录报案人的信息时，他听到秀智的名字，大吃一惊。紧接着，他询问秀智父亲的名字，这让大家觉得很奇怪。最后才弄明白，原来秀智父亲昨天就以女儿被绑架为由报了警。这时，署长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之后就准备打电话给秀智的父亲来领。上焕急了，开始质问江秀，报警后不应该是以当事人的口述为准吗？看到上焕对自己如此不尊重，江秀也有些不高兴，反复强调他们没证据，片面之词不予采纳。还有上焕三人涉嫌绑架罪和妨碍公益，自己要把他们关起来。秀智清楚，刚才的那通电话一定是神父的杰作，而自己不能连累上焕他。他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，不管走到哪，自己时时刻刻都被束缚着，这种感觉让人窒息。再次回到教堂，她不再是那个怯懦的小姑娘，直接当着众人的面直言不讳地撕破了所谓神父的嘴脸。台下众人一片哗然，秀智大声控诉着神父的阴谋，并告诫台下的信徒：你们倾尽家财当作祈祷费，还跑来这里干活，这就是所谓的救赎吗？面对秀智的挑衅，神父怒了，从身后一把抓住秀智的头发，声称秀智已经被魔鬼占据，他要进行驱赶。男人一只手放在头顶，口中振振有词，底下的众人纷纷膜拜。两侧一男一女不停在他身上拍打，做出驱赶魔鬼的样子。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，而她的父亲看到女儿被这般对待，竟然无动于衷，反而是女使徒动了恻隐之心。当卷发还在用力拍打秀智时，她的手开始慢慢停了下来。这一刻，她体会到了当初女儿的恐惧。突然，大门打开，秀智的母亲跑了进来，她一把推开卷发，把秀智紧紧地护在怀里，苦苦哀求不要打自己的女儿。当无助的眼神望向丈夫时，这男人依旧是无动于衷。信以为真的父亲二话不说，直接朝着妻子狠狠地打去。
秀智挣扎着扑到母亲身上，痛哭着。这边的上焕感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救出秀智，所以只能向父亲求助，但作为条件，他必须回到首尔成为一名检察官。相比秀智安危，上焕答应了父亲的条件，父亲也说会帮忙查一查。晚上，东哲知道秀智被带回教堂后，决定前进教堂当卧底，伺机营救秀智。这疯狂的计划，上焕极力阻止。上焕没再说话，摘下自己的手表递给东哲。他知道教堂那帮人不会随随便便接近什么人，这块昂贵的手表可以当作诱饵。两人制定了详细的计划。他穿上学生装，戴上近视镜，表情唯唯诺诺，这简直就是一个腼腆的好学生。女使徒和往常一样，在公园为教堂做着宣传，而路过的东哲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朝着东哲走了过去，说起了他的宣传词。东哲知道，如果直接上钩，很容易被怀疑。他使出了一招欲擒故纵，全程憨憨笑脸。聊了好久，东哲才答应去教堂逛逛，然后给上焕三人发出计划成功的信号。随后便被卷发开来的车接走。路上贪财的卷发注意到了东哲手上的手表，奉承地说道家竞争不错。很快他们来到了教堂，被带到了大厅，还举办了新人欢迎仪式。东哲四处张望寻找秀智，而此时的秀智已经被囚禁，因为拒绝喊出救援口号被断水断饭，奄奄一息。这时神父端了一碗粥走了进来，面对神父的投喂，这次秀智没有拒绝。他想起自己曾给上焕的承诺，一定会把这里摧毁，所以他必须要活着。吃下了神父喂的粥，男人感觉自己已经征服了秀智，满意的笑了。为了迎娶眼前的女孩，故弄玄虚的给她安个神母头衔。众人欢呼雀跃，而东哲也在其中注视着眼前荒唐的一切。秀智走向人群时，突然发现了东哲，他们四目相对。东哲准备冲着秀智走去，突然身旁的女信徒拦住了他。东哲很意外，自己已经包装得这么彻底，居然还是被认出来了。他连忙追问：“你是谁？”女孩叫小玲，是一名记者，是来这里暗访的。秀智也注意到拉住东哲的小玲，他觉得小玲并不属于这里，便上前质问。秀智的追问下，小玲说道，还说自己是个记者。听到这里，秀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他终于在教堂找到一个清醒的人，他不再是孤军奋战了。但小玲只是信徒的身份，无法接触到高层获得有力的证据。秀智坚定地说，他会帮忙搜集证据。上焕这边，父亲之前答应过会调查教堂的事，随后他便找了过去。进门的那一刻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父亲居然和神父坐在一起畅谈。神父静静地看上画，眉宇间透露着挑衅，而父亲也像是被洗脑一样，说秀智精神不太好，神父只是帮忙照顾。此情此景，上焕瞬间明白了，他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利益勾结。气愤的上焕直接转身离开了。既然父亲也靠不住，他晚上独自一人前往教堂。由于环境的陌生，四处乱窜的他无意间来到神父的办公室，看着神父夸张的祈祷和诡异的行为，上焕愣住了。他拿出手机录了下来。正在自我陶醉的神父突然被身后的响声惊扰，是上焕的手机震动了。神父起身赶来时，却并无一人。上焕逃走时，正巧碰到了秀智。慌张的秀智让上焕赶紧离开，说这里不安全，但上焕非要带秀智一起走。现在秀智的目的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解脱。回到家，上焕给三人看他录到的视频，并说警察和自己的父亲都与神父同出一气，根本指望不上，所以决定让郑勋直播放给大众，从舆论方向施压。这边秀智的母亲正在被女使徒注射大量的精神药物，没过多久，母亲不再挣扎，眼前也出现了已故儿子的模样，随后昏睡过去。察觉不对的秀智火速赶来，女使徒赶紧收起针管，看着昏睡的母亲，想要控制秀智的女使徒说，都是因为你没做好当神母的准备，妈妈身体才会越来越差。无助的秀智为了妈妈的安危，直接跪了下去，承认自己错了，以后听从安排，只要能放过自己的妈妈就行。他拉起女孩的手，双手轻轻搭在双肩，这油腻的动作属实被他恶心到了。女孩的表情写满了嫌弃。接着神父贴近秀智，秀智听了眼神一震，转过身来无奈地问道。结果神父又来了一套所谓的上帝论。秀智不想听这些，神父觉得已经没有瞒着的必要，终于把内心的卑鄙想法说了出来。他伸手准备掀开秀智的裙子，
秀智吓得魂飞魄散，急中生智下，他立即转身爬起，用真诚的目光看着神父，说自己已经明白目前的处境，以后再也不会逃跑了。希望神父能给他点时间，让他主动接受，可能是出于男人的征服欲。神父答应了，秀智这才逃过一劫。回到屋里，她接起了裙子，拿出绑在大腿上的手机，点开刚才的录音，听这里面的内容，她依旧胆战心惊。秀智妈妈这几天都有小林照看着，状态有些好转。床边小林偷偷告诉她，以后女使徒的药绝对不能吞下。秀智妈妈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女使徒就端着药走了进来。妈妈配合地张开了口，喝了口水咽了下去，然后张口让女使徒检查。女使徒这才放心离开。见他们走远，秀智妈妈把手伸进嘴里，将药拿了出来。小林需要和同事碰面对接教堂里的事，于是找了个借口请了一天假。女使徒虽然嘴上答应了，但还是偷偷的跟踪了。小林从同事口中得知，女使徒给秀智妈妈喂的药中含有致幻剂的成分，没有医生的处方，长期吃的话人都会变傻。光是这一条，给他人服用违禁药品就可以提交证据报警处理了。但小林觉得这些东西远远不够，就算抓捕，被他们丢掉的可能性很高。他们势力太大，必须要找出无法翻供的铁证。这边东哲在听完卷毛的课准备离开时，突然被叫住了。卷毛让东哲赶紧准备200万的学费，好能尽快住进来。东哲只能爽快答应。回家的路上，东哲意外听到神父是30年前来的教堂，还有一些男女之事。当东哲继续追问时，他们却又闭口不谈。东哲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蹊跷，回家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上焕，然后告诉3人自己明天就要住进教堂了。可是200万的费用属实拿不出来。第二天，上焕为了给东哲筹到200万的入教费，他找到刑警江秀帮忙。江秀尽管不太情愿，但上焕知道他最近在调查后山女尸的案子，明确表示这就是教堂的手笔。江秀这才答应了调查。根据东哲提供的消息，2人来到神父以前待过的教堂调查，发现神父当时不仅是个假冒的牧师，还卷跑了教堂的大笔资金，就连这个神父的头衔也是花钱买来的。刚才对话上焕多录了音，他打算把这段录音用郑兴的直播间放出去。刚喝一口就直接吐了出来，旁边的女人递上了一杯生命水，说是可以清胃解毒。而这个所谓的生命水，其实就是他们所信奉神父的洗脚水。虽然恶心，但为了彻底摧毁这里，女孩还是喝了下去。这荒诞的一切，就是他们所谓的灵魂净化。而东哲为了得到更多的有力证据，也主动和其他信徒打成一片，成功获取了他们的名字。上焕和江警官根据东哲提供的信徒名单，发现他们给教堂捐赠的那些土地和房产，并没有更名到神父名下，而是全部到了卷发的手中。他们的谈话被旁边的一个女信徒给听到，他们前脚刚走，女人后脚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卷发，而卷发也无意得知了郑勋的直播事情。他立即上网查看，果然正是教堂和自己的一些负面消息。当看到举报窗口时，他的眼神变得微妙了许多。而不知情的郑勋接到了举报电话后，来到举报者约定的地方，还没看清来人的长相，就被对方一拳撂倒，然后放在车上拉等了。东哲见回来的卷毛行色匆匆，便偷偷地跟了上去，到山上的一间祈祷室，刚准备靠近，就和出来的卷发打了个照面。东哲急中生智，找了理由圆了过去，随后便离开了。第二天，东哲潜入教堂的医务室，发现教堂长期通过虚构患者病情，从中骗取精神类药物，同时也骗取了更多政府对福利院的补助。拿着关键性的证据，东哲找到了秀智和记者小明，可单凭这些还是很难让警方动手。小林想到了电视台的同事，可以通过媒体报道把事情扩大，这样的话，韩国警方就不敢再视若无睹了。晚上准备去见同事的小林突然被叫住，随后被带到了洗衣房。女使徒问他：“你是报社的记者吧？”虽然小林假装糊涂一直解释，但上次他见同事的时候被女使徒发现了，便更确定了他记者的身份。女使徒冷冷地说了句：“把他按进去。”只见2个女人直接拽起他的头，朝着洗衣机塞去。女使徒继续追问：“谁是你的同伙？”小林闭口不提，无奈女使徒只能将他关进了小黑屋，吩咐手下每天给他吃1颗药，直接把他变疯。上焕这边发现郑勋消失了好几天，一番打听才得知郑勋被教堂的车拉走了。上焕感觉不妙，立马联系了东哲。东哲突然想起那晚跟踪卷发的事，
立即跑到了山上那间祈祷室，结果就看见胖子背着小林从祈祷室出来，后面就是江使徒。东哲赶紧将情况告诉了上焕，上焕和郑纪立马驾车赶往教堂，可祈祷室却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又在地下室搜寻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郑勋，两人破门而入，将郑勋救了出来。等卷发赶来时，他们已经离开了，而这边的小林已经又被绑了起来。雨海醒来，发现自己手脚都被绑着，脸上充满了恐惧。女使徒拿起手中的注射器，直接走向了他。这时，东哲却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女使徒察觉不对劲，立马将针转向东哲。争夺中使出全力的东哲把针扎进了女使徒的胳膊，他很快就晕了过去。小林成功被救了出来。东哲告诉小林一直往前面走，那里有他的朋友来接他。小林便直接朝树林跑去。随后，东哲联系上焕，让他过来支援。小林跑到了东哲说的位置，在漆黑的路上，迎面驶来一辆车。小林拼命呼救，可当车停下的时候，他变得惊恐万分。下来的竟是卷发。绝望的小林刚想要跑，被卷发一把抓住，拽到了旁边的河里。他狠狠地把小林的头按在水里，直到他失去意识，卷发才松开了手。随后，他把小林的尸体扛上了车。等上焕赶到的时候，早已没有了小林的身影。察觉不对的，立马把情况告诉了东哲。第二天一早，东哲趁大家熟睡的时候，来到了他指给小林的地方。结果在河边发现了一只鞋。东哲感觉到了事情有些严重，觉得小林可能遇害了。上焕找到江警官，说明了小林的情况。他想让江秀去教堂搜查，自己也想一同前往，并把监禁郑勋的事也控诉出来。这边昏睡了几天的女使徒刚刚醒来，看到了东哲留下的字条，找到东哲。东哲直接说出了女使徒的女儿当时也选为神母却自杀的事情，质问他：你是真的相信神父，还是强迫自己相信，自欺欺人？面对东哲的质问，女使徒犹豫了。隔天，上焕跟着江秀来到了教堂，他们直接前往当初关押郑勋的地下室，搜寻了半天，可里面早已人去楼空。气不够的上焕想要和神父对峙，这时东哲上前拦住了他，眼神示意不能冲动。上焕这才作罢。无从下手的几人没有放弃。东哲问出卷发离开教堂的时间和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告诉上焕提前埋伏好，等着卷发的出现。一见到卷发，上焕立刻下车，直接言简意赅地问道：那个记者是你杀的吧？但洋洋得意的卷发说：你们不是去教堂搜查过吗？那里什么都没有。上焕微微一笑，随后谎称自己找到一个目击者，已经拿到了有力证词。慌张的卷发像从上焕手中夺过录音，直接就是一拳，接着就要从上焕手中夺取。这时郑勋和郑纪突然出现，随后警察也赶过来。卷发还在和警察诉说自己的清白，上焕直接放出刚才卷发自己承认杀了小林的话，铁证如山，卷发直接就被警察带走。而这边为了彻底摧毁教堂，东哲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让秀智在神父面前揭露自己是卧底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把自己关在转移了关押信徒的地方。秀智也有自己的计划，他想利用举办婚礼的机会，把神父对自己那些丑陋的嘴脸全都录下来，当着众人的面上演了一出变戏法。一本书在他手上燃烧了起来，这举动迎来了现场的一片哗然。然而他想展示的是他毫发无伤的手，众人震撼赞叹不已，对眼前的神父是更加膜拜。而清醒过来的女使徒已经对神父产生了怀疑，她在神父的房间发现了一罐防燃膏，顿时明白了神父的手为什么没事。这一刻，他的信仰崩塌了。东哲这边也开始了计划，接到上班通知后，他把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，消除里面所有的消息后藏好手机，结果刚出门就被一棍打倒，是神父一行人。随后秀智指出了藏手机的地方，这么一来，神父就真正的相信他了。被打昏的东哲果然被关在了囚禁其他信徒的地方。看着奄奄一息的众人，东哲不停呼喊。进来之前，上焕事先在他的手机上安装了追踪定位。东哲拿出藏好的手机等待救援。上焕通过定位很快找到了关押他们的地方。东哲听到了上焕的呼喊，立马起身回应。上焕打开牢门，救出了所有被关押的人。他让郑勋联系警察，自己和东哲要去救秀智，而神父此时已经准备要和秀智结合。秀智趁机问出了神父很多罪恶滔天的事。此时的神父本性毕露，见秀智不从，便直接打了一巴掌，随后宽衣解带，想要行苟且之事。紧要关头赶来的上焕扯起神父，一个重拳将他放倒出来。
秀智碰见了妈妈，母女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。秀智兴奋地拿出了事先藏好的手机，刚才的一切都录了下来，这将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刚要离开时，突然神父从后面窜了出来，拉住秀智，拿刀挟持了她。当神父押着秀智来到礼堂时，却看见女使徒在大厅泼洒汽油。神父一脸疑惑，女使徒说她要烧毁这里一切的罪恶和肮脏。慌张的神父立马冲了过去，想要夺下打火机。这时，身后的秀智拿出藏好的镇定剂，杀向神父，他瞬间瘫软在地，无法动。秀智顺势捡起打火机，吓得神父赶紧道歉。曾经高高在上的神父，如今却在地上求饶，真是嘲讽极了。往事的种种历历在目，秀智愤怒地举起打火机就要点，还好上幻出现阻止了他，因为这样一来，秀智也就变成杀人犯了。说着，上幻夺下秀智手里的打火机。神父见状，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继续大放厥词。结果一个踉跄，沾满汽油的神父碰到了旁边的蜡烛，瞬间点燃，火势很快就布满全身。上幻拉起秀智，迅速离开。被火缠绕的神父拼命挣扎。这时，燃烧的十字架正好好的砸在了他的身上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秀智重获自由，见到了光明。故事最后，秀智的妈妈也接受了儿子离开的事实，决定开始新的生活。而这兄弟四人依旧在斗嘴。虽然这段经历对他们的考验很残酷，但兄弟的情谊却更加浓烈。再次出现的秀智已经改头换面，她温婉优雅，从容自信。本剧就此完结。